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。随手挑几本牛掰的奇幻冒险小说，把里面的角色，像什么吸血鬼呀、隐形人啊，全部塞进同一部电影，一锅乱炖之后，会拍出什么来呢？今天要说的这部《天降奇兵》就是这么一部片子，它上映于2003年，人称蒸汽时代版的《复仇者联盟》。话不多说，来看剧情。一辆坦克在街上横冲直撞，士兵们想阻止，可坦克不长眼，直接把士兵压成了人肉壁纸。接着闯入英国中央银行，一群德国人跳下来，把银行洗劫一空。这事儿火速上了头条，把英国的脸都丢光了。这边不能忍，得掐回去。没多久，德国飞艇实验室被炮轰，所有核心科学家都被带走。至此，两国彻底杠上了。1899年的欧洲开始了血雨腥风。非洲的土地上，一名来自英国的黑衣使者找到了一个老头。老头以前是个猎人，现在金盆洗手，隐居非洲。其原型就是英国著名探险小说《所罗门王的宝藏》里面的主角阿兰·考德曼。《所罗门王的宝藏》讲的就是以阿兰为首的团伙一路探险，寻找神秘宝藏的故事，被称为非洲探险故事的始祖。到目前为止，拥有多达4个版本的独立电影，在欧美还是非常有名的。回看剧情，使者这次来就是奉英国女王的旨意，请老猎人出山相助。起初老猎人不太乐意，说我养老养得好好的，这种事你找年轻人去。但话还没说完，一帮神秘杀手就杀了进来。一通力战过后，杀手团灭，但还是有个漏网之鱼。老猎人抬起枪瞄准了他，隔这么远能打中吗？这一枪故意没打中要害，老猎人要抓住他，逼问谁是幕后主使，但杀手服下毒药，当场自尽。这时身后的屋子忽然爆炸，杀手们早就留下了定时炸弹，出来追个人的功夫，老窝没了。没办法，老猎人只好跟着使者来到了伦敦。使者带他来见一个西装男，西装男名叫 M 先生，他已经调查过，之前知道混乱的恐怖分子自称魅影，咋感觉这个外号有点娘们唧唧的，还不如叫九头蛇简单粗暴。魅影专门绑架科学家，盗取军事研究成果，将其贩卖给欧洲各国，蓄意挑起战争。他自己在兜售军用武器，大发战争财。最近，欧洲一群政治家要在威尼斯举行会议，魅影肯定要去搞破坏。现在咱们需要集结一个团队，前往威尼斯保护这些政治家。安排给团队起了个名字，就叫天降奇兵小组。老猎人就是组长，团队里还有一个海盗船长，船长是个大土豪，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。他的原型就是海底2万里的尼莫船长。海底2万里估计是很多同学的探险启蒙书，讲的是尼莫船长和伙伴们乘坐鹦鹉螺号，花了10个月的时间进行海底旅行。随着空气里又响起说话的声音，老猎人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可一旁的风衣忽然动了起来，居然是个隐形人，其原型来自威尔斯的同名小说。原著里隐形人名叫格里芬，发明隐形技术以后秒变6娃，靠着隐形的 buff， 从偷盗抢到杀人放火，最终也是恶有恶报，自食恶果。隐形人也拍过电影，比较经典的是00年那一部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观看。咱们继续说回这部《天降奇兵》。隐形人只有在脸上抹了东西，才能让人查出他的存在。接下来还有一个神秘女士，她有什么异能，咱们暂时不得而知。几人出发去寻找其余的伙伴，来到一间老房子前，开门的男人是不死族，没人知道他活了多久。他最大的能力就是活得久，见得多，外加长得帅，估计可以作为团队的颜值担当。跟着不死哥上楼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到墙上少了一幅画，到底少了什么画呢？咱们之后再说。众人正商量着要去找其他的伙伴，大 boss 魅影居然上门了，大概是怕奇兵小组发展壮大，想把他扼杀在摇篮里，说要么你们加入我，要么我杀死你们。就在魅影说话的时候，楼上一个蒙面小伙拿枪对准了他。老猎人和小伙确认过眼神，都是跟魅影有仇的人。枪声一响，大乱斗开始。奇兵小组成员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；隐形人神出鬼没，无影无踪。老猎人打了一手好枪，百发百中。船长武艺高强，出招如风。不死哥被打成了筛子，却依旧无动于衷。魅影看打不过，只得落荒而逃。不怪敌方太菜，只因我方太拽。解决战斗，众人才歇了一口气。神秘女士捡起了帽子，可还没来得及戴上，一个男人从后面挟持了她，刀刃逼近她的喉咙。Thinking that I need them to protect me. 原来他居然是一只吸血鬼，其原型出自布莱姆斯托克的小说《德古拉之吻》。他原本是人类，被德古拉咬伤后就成了吸血鬼。这部片子里就叫他吸血女好了。《德古拉之吻》又名《吸血僵尸惊情400年》，创作于1987年，算是最经典的吸血鬼小说，甚至算得上恐怖小说的鼻祖。后来的大部分有关吸血鬼的作品都对其进行了借鉴。比如偏偏群里解说过的 BBC 英剧《德古拉》，比较原汁原味的还有92年电影版的《惊情400年》，由基努里维斯、加里奥德曼、安东尼霍普金斯联袂主演。另外再给胆小的小伙伴们推荐一部《吸血鬼生活》伪纪录片喜剧，算是我看过的最好笑的吸血鬼电影。书归正传，刚才开枪协助众人的蒙面小伙名叫索亚，他也有小说原型，就是大家熟知的马克吐温的小说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里的主人公。只要不是应试教育的漏网之鱼，应该都知道这本书，没看过也应该听过。讲的就是捣蛋鬼汤姆和基友一起跑去荒岛上当海盗的冒险故事。
和书里的设定略有不同。这里的索亚已经长大了，他现在是美国情报局的探员。最近欧洲一片混乱，为了保证本国的安全，所以索亚前来支援。老猎人很赏识他，小伙子枪法不错。就这样，索亚也加入了天降奇兵小组。一个成功的队伍里，往往还需要一个力量担当。众人启程前往巴黎，寻找下一个伙伴。这时候，就到船长的超能力发挥作用了。看过《海底2万里》的都知道，尼莫船长拥有一艘巨大的潜水艇，名叫鹦鹉螺号，外观就像一把70米长的大刀。电影还原的相当不错。众人乘着鹦鹉螺号来到巴黎，在这里，他们捕捉到了军人海德。海德的力量过于巨大，整条船都在晃动。不死哥一不小心还抓伤了隐形人的手，最后还是老猎人一通嘴遁，成功说服了海德加入。巨人海德的原型就是史蒂文森的小说《化身博士》里的主角。只见他露出一脸便秘的表情，然后开始变身，成功变回了博士的原型。化身博士的原著讲的是名叫亨利的博士发明了一种药水，喝下以后就开始精分，白天是救死扶伤的医生，晚上就变成了名为海德的恶霸，到处搞破坏。在这里，为了避免混淆，博士和巨人我们都统称为海德好了。团队成员已经就位，众人乘船前往威尼斯。可才启程没多久，船长就在船上发现了一些照相机的粉末，说明有人在船上拍照，莫不是想窃取核心机密。船上，老猎人教索亚射击，颇有些钢铁侠和小蜘蛛的气质感。老猎人说，有时候虽然目标很远，可只要你有耐心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就能成功击中目标。这样一帮奇能异士聚在一起，不起点内讧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海德博士刚发现自己变身的药水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一瓶，难道是隐形人？说不定是想喝变身药水体验一下变大的感觉。但搜遍了整条船都没找到隐形人的踪迹。不死哥和吸血女这样老不死的看对了眼，刚准备喝点酒烘托气氛，不死哥替他把血擦干净，两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燃。几天后，众人来到威尼斯，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，敌人已经在水下布置了炸弹。炸弹引爆，大楼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。这里就是针对主角团的一个陷阱。看来组织里有人叛变了革命，提前给反派透露了消息。这个卧底会是谁呢？隐形人平时就鬼鬼祟祟的，到了关键时刻人直接不见了。再加上隐形人在他的原著小说里就不是啥好鸟，所以大家一致认为他就是那个卧底。不过也没时间多想了，现在必须摧毁一栋关键建筑，终止连锁反应，否则整个威尼斯都会沉没。索亚一路飙车前往关键位置发了信号，吸血女召唤蝙蝠帮他掩护。途中，老猎人看见了魅影，独自前往追击。剩下索亚驾车一路到了指定位置，发射信号。根据他的信号，船长发了导弹精准打击，成功阻止了一场灾难。另一边，老猎人也追上了魅影，然而魅影的真实身份却让他大吃一惊。魅影居然就是召集众人的 M 先生，这是咋回事呢？原来 M 的全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莫里亚蒂，原型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那个和福尔摩斯组过 CP 的男人。而且组织里的内鬼居然不是隐形人，而是不死哥。还记得之前宣传的那幅画吗？那是不死哥自己的肖像画，也是唯一能够刻着他的法宝。不死哥的原型来自王尔德的小说《道林格雷的画像》，说是一个名叫道林格雷的少年，由于帅过吴彦祖，就想把自己的帅保存下来，所以画了一幅画，岁月和沧桑都由画像承担，而他本人的颜值则永远在线。狡猾的老莫偷走他的画像，以此要挟他为自己办事。等众人回到船上，发现船长的副手被人袭击，有人找到了一张神秘录音唱片，里面就是不死哥和老莫的自白。所谓的威尼斯会议只是一个谎言，目的是方便不死哥在途中收集一些稀有物品，比如海德的变身药水、隐形人的皮肤样本、吸血鬼的血液、鹦鹉螺号的技术。可惜的是，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不死哥早就带着这些东西溜之大吉，还过河拆桥，在鹦鹉螺号上装了炸弹。炸弹爆炸，落难的鹦鹉螺号秒变泰坦尼克。关键时刻，博士服下药水，变身巨人海德，拉开排水闸，让鹦鹉螺号浮出水面，众人这才得救。不过小组还不算一败涂地，老莫逃跑以后，隐形人一直在跟踪他，现在已经跟到了他的老巢，并将位置发送给了小组成员。顺着隐形人给的定位，小组成员来到了大雪山里。雪山深处有一座堡垒，对外声称是避暑山庄。看着地方，不穿秋裤估计没法续命，还时不时有东北虎出没，是挺避暑的。但实际上这里是莫里亚蒂的兵工厂。主角团调查后发现，老莫完全就是大蛇丸在世。在这个超能力靠变异的时代，科学是他唯一的信仰。隐形人的基因可以研发隐形间谍，海德的变身药水可以研发野兽军团，吸血鬼的血液可以研发吸血刺客。老莫不仅脑洞大开，而且执行力惊人。从窃取鹦鹉螺号的技术到现在，他已经复制了8艘一模一样的船，把科学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。如果不摧毁兵工厂，战争就不会停止。巨人海德伸出手来，从他们一把手搭在上面，这下他们结成了智人义善的奇兵小组，又称正义时代版的复仇者联盟。众人潜入兵工厂，隐形人和吸血女打头阵。解决门口的 NPC 以后，各自分头行动。隐形人准备好炸弹，时间一到就炸了工厂。船长负责救出被困的科学家们，巨人海德打掩护。老猎人和索亚擒贼先擒王，枪口直接抵住了老莫的后脑勺。无奈老莫命大，护驾来得及时，作为一个比较务实的反派，
老莫拎包就跑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犯不着跟这群开挂的变异者拼命。另一边，吸血女遇到了不死哥，两人之前还是天雷勾地火，结果不死哥竟然是卧底。吸血女感叹老娘的痴心终究是错付了。同为永生者的他们相爱相杀，受伤以后立马就会恢复，打了半天谁也杀不死谁。但幸运的是，吸血女先一步找到了不死哥的画像，画像上是他的灵魂。他本人虽然不老不死，但是要做一件坏事，灵魂就会丑陋一点。现在画中的灵魂丑到他自己都没眼看。就在不死哥看他画的一瞬间，魔法失效了，灵魂和真人进行了对调，画中的恶鬼慢慢变成了美少年，而现实中的美少年则成了一具干枯的尸体。索亚这边也遇到了麻烦，一个钢铁侠马克伊杀出来，还自带放火技能，幸好隐形人出现帮他解围，可隐形人自己也惨遭烧伤，却让海德更加头疼。一个追赶而来的士兵喝了整瓶变身药水，变身后体型是他的2倍，打又打不过，还是跑吧。眼看海德和船长就要命丧于巨人之手，隐形人事先准备好的炸弹炸得恰到好处，贪婪的废墟就像如来的五指山，把巨人压成了海陆风行披萨。老莫研发的隐形刺客挟持了索亚，老猎人开枪打中隐形刺客，但自己有一分心，不慎被人偷袭。老莫自己在跃下高楼，透露鼻里血地，索亚抬起枪对准了他，但老莫越跑越远。老猎人曾说过，就算目标很远，但只要有耐心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就总会成功。索亚屏息凝神，扣动扳机。眼看索亚射击成功，老猎人很欣慰，可惜他伤势过重，当场去世。老猎人的遗体被送来了非洲，他用过的枪被放在了坟头的土堆上。之前老猎人曾说过，他解救了非洲一个村庄，那里的村长让他拥有了不死的能力。当众人离开，只见土堆微微晃动，天上风云变色。电影也到此结束。从老猎人说的话看来，结局他应该是复活了。也有人说是为了续集做准备，不过现在快20年过去了，续集什么的估计也不会有了。这部片子虽然被称为低配版复联，但上映时间其实要比复联第一部早了9年，而且和复联改编自原著漫画不同，天下奇兵中的7位主角加上反派 BOSS 全都来自不同的小说，剧情则完全是片方原创的，融合了众多好莱坞冒险片的套路，看起来颇有一种同人文的感觉。不过对于一部03年的科幻片，咱也没必要科学太多，看个热闹就完事了。这片子我觉得看不看原片都行，不过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这几部经典的原著小说倒是可以一看。今天就说到这里吧，拜了个拜。